现在是早上11点多，今天是8月26号，给大家拍拍科隆的街景吧。我刚才去采购回来，所以呢，现在在往回家的路上。这里是步行街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骑自行车，然后呢，那里有无家可归的人。现在人特别多，无家可归的越来越多。像这种，你看，才上午啊，已经坐在这里了。其实看着也挺可怜的。继续往前走吧。骑自行车的人挺多，你看，对吧？那个那也是个无家可归的，坐轮椅那个。这里呢是科隆最豪华，不是最豪华，最繁华的那个商业区，因为这里啊是步行街，对吧？也有很多店铺，然后这个饮用水是可以直接喝的，可以直接喝，不用去买水。我觉得这比较人性化，不错。这两个呢也是去那个叫什么，在街头乞讨的。我回头看看，你看人家这种车多好呀，可以带2个小孩，也可以放货在里面。这种车4万块钱一辆啊，挺贵的。那个车4万块钱一辆，真是不可思议吧？那么贵。对呀，这里的收入是比国内高，可能高2、3倍、3、4倍，但是这里的物价也是高好几倍。这里又有一个乞讨的人，人家都躲着他。他卷烟，你们看见吗？因为那个一包一包那香烟太贵了，所以他用手来卷，大家看见吗？我回头再拍拍给大家看看，手卷烟呢。这也是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自行车。这里维修的地方围起来了，这是个地铁站。我可以非常肯定告诉大家，起码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完工，这里就维修一下。然后呢，这里又有一个人坐在地上乞讨的。这是德国日常啊，没有任何的装的啊。我回头给大家看看，我慢一点。然后，这就是各个品牌这种专卖店，这里。现在早上11点多，大家可能不相信啊。像这条步行街是德国人气最高的步行街之一，可以排上德国前5。这个人呢，一年4季每天都在。我在科隆住了那么多年，就看见他那么多年了。你看，有人给钱的，可能你别看他这样啊，他出来几个小时，他的收入要比你去上班1个月的收入可能更高。他每个月的收入，而且是免税的，肯定要比你上班的人更高。你看这里又有装着小孩在里面。是德国特色啊，因为德国它是绿党比较得势，所以他就通过数十年的洗脑，已经让很多德国人觉得这是一种绿色的理念。也就是说，当然绿色肯定是好的啊，但是德国人的思维，我觉得有些方面呢是往回发展的、退化的。
不思进取，然后呢，就德国这个民族呢比较保守，新的东西、新的事物很难接受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德国因为有很多小偷啊，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车胎都会把它用这个锁把它锁起来，还有那个保护，这个叫什么盔甲？我忘记那个词了，因为很少去用。叫什么？保护的戴在头顶上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头盔，对，叫头盔。头盔也要锁起来啊，就说明呢，这个地方的小偷很多。德国人不仅是这样，就我认为是西方国家嘛，很多就偷自行车的，偷个什么车胎的，偷个坐垫的，这种非常常见。好，你看那个老人也是坐在那里，也是乞讨。唉，真的蛮可怜的，他的脸好像那个皮肤有问题。不过今天有点让我意外，就是还没有见到有人在这种垃圾箱里面找有押金瓶子的人。今天出来没见到。我在科隆，对吧？你看这里有个大大的"我爱科隆"这几个字。我爱科隆，看见了吧？我觉得戴这个眼镜挺好的，好多人看不见我在拍，因为白天那个指示灯没有那么显眼，晚上就比较显眼一些，所以白天我觉得这样拍啊还是挺好的。这里在城市中间有一个教堂，然后教堂的右边呢有个非常现代化的就那种房子。所以这种反差我觉得挺好的。继续往前吧，我还在步行街上走。疫情之后很少看见啊，就是没有那么多中国人了。原来中国游客很多的，2019年之前来这边扫货采购。这个 CNA 已经是被中国老板盘下来的，这个也就是说，这个店现在属于中国人的，里面都是一些比较中低端的那种服装，或者说低端的吧，中低端的服装。不过因为中国那边知道成本低啊，所以把它弄过来应该是比较赚钱的吧。你看那里又有一辆这个自行车，对吧？今天已经见了3、4辆了。这个车我再重复一次啊，人民币要4万块钱，或者4万多，因为我昨天又去网上看了价格是5000多欧元。哦，这里又有个，也是个德国老人。啊，乞讨，反正这几年呀。德国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啊！我不是在散布什么恐怖言论哦，确实我看到的情况你从德国的城市能够观察到，德国农村还是岁月静好，好像没有看不出什么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城市的变化是很大很大的。咱们再看看这辆车吧，这是更高端的车，这个是荷兰品牌吧？这个。光是它那个木框就是挺高级的，这里晚上被人打烂了，就表明了这些很多搞破坏的人，社会上搞破坏的人，社会上的戾气比较重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高端的车，光这个车可能就要好几千欧元呢。荷兰的一个品牌，应该它也是电动的，因为它有个电动的马达。估计可能要4、5万人民币，但是在网上感兴趣的可以查得到。这是什么电视台的出来采访，估计吧。不理他，我不喜欢接受人家采访，估计他也不会采访我。现在正在搞选举啊，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选举市长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相当于宣传的一个看板一样，在一个拖车上面
这 CDU， 然后呢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党选那个科隆市长。现在告诉大家啊，大家都不相信，科隆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，也不去关心。另外一些人呢也挺休闲的，所以呢，德国也是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国家。现在，而且这几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你看这里很多人在这里岁月静好，对吧？可以喝茶呀，喝咖啡呀，在享受人生。另外刚才那些人呢，就坐在街头乞讨。哦，那个在这个优衣库前面也是有个人，就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这个应该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小伙子，可能20多岁吧。哎，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报道，被京东把它收购了。它是一家家电连锁店，全德国、全欧洲有1030家那个连锁店，被京东把它盘下来了。这是德国的饮食，一般是炸薯条。你看，炸薯条，然后呢软饮料，所以呢非常的不健康。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普遍呢身材走样，比较超重。这个呢就更高端了。这个从它的车的外形来看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5万块人民币以上，应该要，因为它真的是很高端。这个刚才说可能也要4、5万，这个也要4、5万，全是高端的车。这个也是，你看，朋友们，德国人有钱啊，全是几万块的买一辆自行车，很豪爽啊。这里有一个小矮人，晚上在这里也是有人睡觉的。这里啊，白天他们走了，晚上睡觉。然后呢，德国城市很脏的，其实就是地上的很多烟头。这里是专门卖健身的那个什么蛋白啊、蛋白粉很多，我估计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的。我给大家去看看前面吧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，跟大家报告一下。我戴着这个眼镜，大家觉得这画面稳定吗？这个闯红灯，因为已经是红灯了，我看见。这是科隆最主要的那个一条大道，双向6车道。因为德国这个城市里面公共厕所很少，所以在街角那种隐蔽一点的地方啊，比如说我给大家看看啊，这里面很老实告诉大家很臭，都是些不可描述的东西。比如说那个墙角有很多的那些什么昆虫啊，还有那种液体啊，不明液体啊，这都非常多。这就是德国。然后呢，墙上很多这涂鸦，就在那个大路边，你看，对吧？这种死角非常多。哎，前面绿灯啦，等一下我就过街吧。好的，今天呢给大家在德国前线拍摄一些东西。那我们就下期见了啊。他们这里啊，这个轨道是在地上的，有点跟中国不太一样，好像广州有这种地上走的那个叫什么有轨电车，对吧？像这个其实不是有轨电车，在德国，它是叫那个地铁。哎，那个车有点像中国的牌子哦，是不是哈飞还是什么的？那个车的品牌啊，那个 logo 啊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哈飞？
好的，大家也看见了，德国所有这自行车都要上锁，如果不上锁就容易被偷啊。给大家看看是不是都上锁吧？你看这个上锁对吧？然后这个也上锁，像这种都是上锁的。这个它的坐垫可能被人偷了，或者那个车主拿走了，带走，比如说放进他那个背包里面，免得给人家偷，或者已经被偷了。这里呢有一个交换二手物品的，就是说你不用的东西，你可以拿来这里给有需要的人用。这位老奶奶可能是自己需要，所以她就来拿人家捐赠的。应该是这样吧。我们回头看看，已经有3个奶奶在这里了，估计是因为很多老人他们的退休金不高啊，不足以过日子，所以他们要精打细算。老年的时候精打细算没办法，年轻的时候就挥霍。因为德国人没有像中国那种忧患意识，未雨绸缪，他们是很少这样的，所以很多德国老年人他们陷入贫困啊。你看这里都是上锁的，对不对？真的不上锁就被偷，连个轮胎人家都会偷，别说一辆车了。OK， 朋友们，那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报道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